嗨，各位跑者，大家好，我是光头。那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的越野跑的节目喽。在上一集呢，我们的欧巴教练教导大家如何去有效的走我们的上坡的楼梯，以及在途径当中你要避免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上坡的技术。今天也是我本人最害怕，也最缺乏的下坡的技术。所以今天呢，我也会实际的跟着我们欧巴教练一起来学习这个下坡技术，到底有哪一些我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哪一些我要提升的一个项目呢 ？OK， 好哦。如果在越野跑的下坡啊，你要羚羊般轻快的步伐两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是刚刚教练提到的技术哦，技术始终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就是要经由反复的练习。好，第二个呢，胆识，也就是你的胆子要够大啦。今天我们就来协助教练找出你的胆子，我们这个壮胆的课程哦。那胆识的话啦，当然你不是一次两次的训练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要循序建立一些成功的经验哦。那没关系，不着急，我们就慢慢的从比较简单的下坡，然后练习到比较进阶的部分哦。让我来一步一步教大家练习。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训练喽 ，Go！ 那首先呢，我们从比较规律性的阶梯下坡开始练习。那下坡啊，其实就是一个重力位能转换成动能的过程。所以呢，照理来讲，我们对身体啊是不用主动去做功的，只要呢享受重力、拥抱重力，就可以自然的移动起来了。通常第一步呢，我会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你的双手，感受一下现在的环境。然后呢，将你的重心慢慢往前倾哦。那在打开双手的过程中，你更能感受到重力快要往前带、快失衡的感觉。好，那我们就慢慢的往前倾，快不行的时候呢，脚步顺的往下放，顺着这个失衡的力量一直往下放，不用去多想。OK， 好，那我们在顺着重力往下放的时候，脚啊自然也是顺势下放就好，顺势下放，而不用刻意的提脚。不用刻意的去屈髋我们只要顺势的往下放，然后保持顺畅的节奏，轻快的节奏。好，那接下来我要示范一下，大部分人在面对下坡他会有的一些动作。他因为下坡不习惯而害怕，所以他会让身体产生一个刹车的动作。当他在走下坡的时候，他会变成每一步都有一个顿点在，他会想要限制往前的重力的引领。那在刹车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其实就会造成你的踝膝髋承受不必要的反作用力。那久了关节处或是你的骨骼，其实它就会相对的是比较吃重的，那肌肉也比较容易抽筋。所以下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减少刹车。第三点呢，我们的上肢一定要够放松，放松的上肢呢，才可以让你的下肢是移动的比较顺畅的。如果你今天是绷紧的状态下，你的跑步呢是不会顺畅的。所以这个是错误的示范。所以起跑前呢，我们一定要让自己上半身处于放松的状态下。那我常常就会先让它耸肩，耸到最底了之后放掉，抖一下肩膀。如果真的不行，跳一下。你在跳动的过程中，感受你的肩膀、手肘、手腕都有自然在做晃动的。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完成你要下坡的上肢的预备动作了。这时候你在下坡应该是比较顺畅的。等一下呢，你可以看我在下坡的时候，没有刻意摆动的双手它其实是会自然的，我的手腕应该是自然的晃动感的。好，那我就示范一下自然的晃动感的下坡。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结合以上3点，最后呢，保持轻快的节奏。你要快速然后你要轻巧。那你在过程中减少任何不必要的刹车动作。我们就一起顺着重力往下跑吧。顺的。那接下来呢，是越野跑的途径下坡，也是呢越野跑里面的最好玩的地方，最难玩的地方，什么最好玩？最刺激的地方为什么刺激呢？因为我们下坡是有一定的速度的情况下，你的踏点的选择更重要了，路径选择也更重要了。那你的大脑呢是不停的在运转的。那我们先让它单纯化，我们首先谈脚的踏点的选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选这种逆行面的。我现在的行进方向是往前面，那这颗石头的方向呢是往后面的所以当我踩下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踏实、不会滑动的，那我就可以安心用我的足弓前去做踩踏。所以我在下坡就会选择这样的地形做踏点。
哦，那刚刚光头这样滑了一下嘛，滑了一下，很好的示范。滑了一下，因为呢，我们会避免这样子顺行面的顺行面踩下去，它怎样容易顺着就滑下去了。那就会滑倒。没错，那加上可能它是石头上面又有青苔，它的摩擦力是非常小的，所以你要站在上面绝对滑下去的。所以像这种逆行面的石头呢，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去踩它的。OK， 好，那第二个要教大家的还是在重心，在往下的时候你的每一个踏步你的落脚都要在你的重心尽量靠近正下方，那就很像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我们其实到最后也有一个抓地会把它收回来，我们不会让脚留在前面。我们的支点永远不会在重心的正前方。假设我们今天在下坡的时候，你可能是因为害怕重心往后，或是你不擅长这样子脚收回来的状况下，当你脚在前面，第一个很容易它有个落差在，你一定是脚跟在前面先着地，然后这时候你膝盖完全打直的情况下，你的反作用力呢直接由你的骨骼去做承受。那这时候跑久了，你的踝膝髋绝对会不舒服。第二点呢，就是你变成脚跟落地的情况下，脚跟是一个感知能力很差的。你脚尖是可以很灵活，但脚跟呢就是脚跟了，所以这时候你的控制力会很差，你也会相对的比较容易去扭到脚。因为没错，越野跑的地形就是它不是平面的，所以当你脚跟落地又不稳的时候，很容易就这样翻下去了。所以请记得不管怎么样，你的重心应该说你的落点始终要在你的重心的正下方。那我自己在跑这个越野跑下坡有时候会有那种眼睛晃神，然后有点是找不到我到底的路在哪里的那种感觉。那我要怎么去创造出这种专注力？然后看大家好像就是说往前看，往哪边看，然后就可以跑到了。我心想说，哇，跨都不飒飒呢。其实很简单那因为在越野跑里面说真的，它速度是蛮快的。那其实你旁边的环境是没办法顾及的，因为你的动态视力范围就是只有这样子。就像上一集我们提到的，我们看近，那更要看远。所以其实我们就还是要留意我们这几步，未来5步到10步，我们10公尺内我要踩的踏点在哪边。所以当我跑过来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的脑海就已经要建立出一条路线的。所以像我可能就大家知道，我等一下就是这样子几个踏点踩过去，大部分不用想太多，因为想太多没有用，你只要记得刚刚要避免掉地形就好了，顺行面避免掉，那其他的你自然会去做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还有包含上一集有提到的落差减半法所以大落差的地形我们也是会避免掉的。这时候我们会从旁边绕道而行。我看到有些越野跑者就是可能在相对比较陡的下坡的时候他们会比出这一个冲线的动作，就是这样子，抬起来。对，抬起来，为什么？问得很好这个是有观察到越野跑者的一个特色，一个精华你看很多的越野跑者动作都怎样，张牙舞爪，虎鹤双形它的动作范围其实蛮大的不像一般路跑可能我们就正常的摆臂，可不可以正常的摆臂？也可以。先来讲摆臂大概有2个重点。第一个它是怎样平衡，帮助平衡，然后你再走一个比较细的钢索，你手自然会打开嘛，因为手会帮助下肢的重心的平衡。第二个呢是上抬的动作，常常会发生在这种落差大的地方。是要下去的时候抬起来。下去，它可以减轻你瞬间触地的冲击。没错，起飞有。我可以示范几种跑者他们的下坡的风格。好，第一种它是属于平衡感很好，技术也很好的。它甚至跑在这种路段的时候，它可以正常摆臂不需要做任何的平衡的动作。它在跑这种路段的时候呢，就跟跑步一样轻松。第二种呢，也是比较多人会用的方式。我们就是呢，将双手自然的放开一点点。你原本的摆臂在胸口，这时候我们就稍微张开。那甚至呢，可以用画圈的方式，不用想怎么画，因为身体的上肢会自然做出一个平衡的反应。所以他们在跑下坡的时候，手呢它是稍微比较打开的，去做画圈。2种不同的跑者没有一定的对或错。所以取决于个人的平衡的能力。第3种，手往上抬的话，则是每一个跑者都会需要去用到的技巧。都会用到技巧。对，那因为这边不够陡，我们转移到更陡、更难的地方。最后一个呢，就是当你在面对落差比较大的地形我们记得手先往上抬将你的重心微微抬高一点点，手先往上抬，顺势
带下去，手顺势放掉带下去，那可以去卸掉地面传来的一个反作用力，当做比较长行程的一个缓冲，示范给大家看。哇，好猛哦！我个人其实最害怕的在下雨天后的越野，不管是有一些树叶或是青苔，会变得比以往来的更滑。那假设我真的有不小心，哎呀，这个瞬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预防，然后去做紧急上的处理 ？OK，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棒，会不会很滑，很容易摔倒？但这是要教一个技巧或者概念给大家。我们当然不可能100%处理好脚点嘛。当我们今天一个踩点真的没踩好，踩到比较湿滑的地方了，只要你的重心是有持续往下推的，只要你的脚步是轻快的，你在这边滑了一下，其实它也不会去影响到你前进的一个力量。但是有一种情况就真的会滑倒了。当你在滑的地方停下来或做刹车的时候，突然继续这样子的时候，没错，对，当你看到它，哎呀，你觉得它会滑倒，然后你在这边踩刹车了，它会不会滑？它就滑出去了。这当然有一点逆着人性在走，所以你说你要建立胆识，当它是滑的，但是它滑的时候呢，滑一下，但是你的重心已经往前送了，后面它就是撇了一下而已。那我通常会讲说这个就是要让滑倒赶不上你跑动的速度哎呦，它是假议题，它不会发生，它没有发生，它只是一个过程。没错，我们还是健健康康。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在越野跑当中其实就是我们讲的9分靠技术，1分靠体力的下坡，已经把全秘籍都告诉给大家了。那大家也可以到哪一些地方来去尝试这样子的一个越野跑路线？其实台北是一个非常适合练习的环境因为它是个盆地，盆地的旁边有非常多的郊山。那以今天我们现在的地点就在军舰岩的青山步道，那这里是脱离主要步道旁边的途径，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练习的。那你可以翻到军舰岩后面呢，还可以绕一个 O 型的途径的练习，像剑潭山、象山那甚至像天母那边，其实都有不错的郊山供大家做练习。非常感谢欧爸来教导我们这个越野跑的技术。那我们下一集呢，就会推出实战的跑动给大家看喽。谢谢收看今天的到底跑了没？感谢欧爸教练，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大家拜拜，耶！拜拜，go go go！